民国13年，我苏家父兄以生命为主，助我的丈夫盛怀虚坐上荣城督军之位。可如今我父兄被人侵袭，盛怀虚不仅按兵不动，还封锁城门，逼我来这里同他怀中的新人来一场枪场对决。靶场规矩严苛，一旦我的子弹偏离靶心1寸，父兄便再也无法活着回到荣城。可100米之外，单手持枪，这根本就是个必死之举。母亲别怕，宝宝乃21世纪枪神转世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苏桓，你射不中，只要你肯让智卫做正妻之位，念在你父兄劳苦功功的份上，我许你一个姨太太的身份。姐姐，你看你怀着身子，给你个姨太太的身份已是万恩，输了可就不是让位这么简单了。这是……姐姐，这手镯好漂亮，我喜欢，不如送来当做我的生辰礼。此手镯乃我苏家帅印，岂容得你在这放肆！苏黄，你如今怀着孕不宜太辛苦，帅印就交由职威帮你保管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你不愿主动交，那便按老规矩，100米靶心，我若输了，帅印双手奉到智威面前。装什么装？母亲别怕，看我帮你打他们的脸。既然都座执意要博他一笑，那这枪场对决，我苏花奉陪到底。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姐姐是生怕苏家死得不够快，急着亲手给祖坟再添把土吧？那这苏家的帅印，我就笑纳了。二位何必这么着急？既然是枪场对决，那筹码就得讲究个公平二字。哼，刚刚不是硬气得很吗？怎么，现在这是怕了？智威的枪法是我亲自教的，天赋异禀。苏华，你怕了也是正常，毕竟以前跟我斗枪时，你只有输的份儿。之前哪怕次次输，我也要同盛怀旭比试，为的只是满足他的自尊心。可如今，我对他虚荣心的维护，却变成了他攻击我的武器。怕，可笑！这是苏家100年帅印，是3军无人敢不从的兵符，没有我瞧得上的筹码。你一个私生女，配跟我比？支持母亲，空手套白狼，他们想的倒是挺美。苏华，这里是靶场，少摆你苏家大小姐的架子。没有我这个苏家大小姐，你算个屁！怎么，知道新人卑贱拿不出筹码，恼羞成怒了？他没有我有，筹码而已，本座为他跟。那便押上我的86师，你若是赢了，江北地界所有军团，今后全任你差遣。怎么样，苏大小姐？这个筹码够了吗？都座，这么多军官官看着呢，86师是您兵权的根本，不能儿戏啊！您好不容易踩着苏家做到督军的位置，可千万不能让苏家人夺走一切啊！你觉得本帅会输？都座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哇塞，渣男脑子被狗吃了，居然直接压上了他的86师。姐姐，你看都座对你多好，知道你着急父兄安危，故意赌上86师，只要你赢了，就能救全家。你可不要不识抬举。不过是靠出卖身子，被赏赐了上桌的资格，也配在我面前谈抬举。母亲来战，球球已经迫不及待教育他了。方志威最近和盛怀日日在靶场练枪，射击的精准度比大多数军官还要厉害，而我摸枪的次数却是少之又少。母亲，您的心率目前已达140，对于射击来说是危险区间。这种状态下持枪，肌肉会因为缺氧而僵硬，
别怕，球球在呢。母亲，接下来按我说的做，虎口顶住枪柄后方，形成稳定的支撑。准星抬高半寸，修正重力。母亲，开火，借这一发侧风叫枪。风速3.7，湿度偏高，枪膛温度会影响初速，偏差判断完毕。母亲，这第一枪是侧叶偏差。刚刚看姐姐认真的样子，还以为多厉害，搞了半天原来是虚张声势。苏华，你的水平也就这样了，甚至还不如以前。姐姐，原来这就是你跟我对决的底气，蛮好笑的。今儿个便让你瞧瞧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哎，失误，太久没碰枪，有些疏疏了，居然才打了个9环，但这也比某些人强得多了。方小姐9环9分，苏小姐7环7分。方小姐简直是女中花木兰，这枪技怕是咱全营也挑不出几个能比的，这才是咱们荣城未来的女主人该有的风范。姐姐，这正妻之位和帅印注定归我。母亲，有球球在，咱们不会输。方小姐、苏小姐，请准备好，第2局开始。姐姐，与其让你磨蹭半天才打个7环，不如我先给你打个样。这一次，我直接射完剩下2枪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枪。连发中9环和10环，方小姐这手速和准头真是神乎其技。方小姐好枪法，3枪2个9环，1个10环，共计28分。姐姐，靶场规矩，3枪计分制，有了刚刚那7环，就算你接下来的2枪全是10环，也赢不了我，你必输无疑了。苏黄，你如果实在拿不动枪，就别硬撑，只要你不再为难智威，交出帅印和督军夫人之位，今日一切我全当没有发生。姨太太的身份还是你的。盛怀旭，你听清楚，我苏家女流着的是军人的血，宁可战死也绝不苟活。我苏黄断不做妾，这帅印就算砸了容了，也轮不到你盛怀旭来打。督座刚刚居然要放苏桓一马，他这是心软了？不行，绝对不可以。姐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督座大度，饶你一命，你却这样不给督座面子。如此多人看着呢，这样督座威严何存？苏王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是生是死，你好自为之。督座，既然他觉得自己稳赢，我们不如把赌注再加一加，让这靶场变得更有意思一些。哦，智威可是有什么好的提议？光赌一个帅印，未免太无趣了。督座，别忘了，苏伯伯虽然在前线，但他可是给姐姐留了后手。听说苏伯伯当年打下来的灵山防区，还有那富得流油的北路13线，至今还挂着独女苏画的名字。不如这样，若姐姐输了，便当众写下手令，把灵山防区和北路13线的管辖权转让给督座，怎么样？知威的提议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盛回旭的心思终于暴露，自始至终，他的目的就是将我苏家吃绝。盛督军当真要做这么绝？好，我苏华跟了。此局筹码颇重，牵扯甚多，为了防止二位事后不认账，或者说我们苏家耍赖，烦请盛督座立个军令状吧。胡闹！军令状岂能说立便立？立就立，督座怕他做什么？就算他剩下2枪全部打中10环，也不过27分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更何况他那烂枪技怎么可能打中10环？好，立就立。林副官，拿支笔来。是。
苏黄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字据立下，你可别后悔。拿去，输了别说知微欺负你。军中无戏言，姐姐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录音。现在是风速每秒3.2米，左向侧风。母亲，子弹连发可是我的最强项，这胜负该有结果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一直愣着不动？不会是因为赌得太大被吓傻了吧？刚刚立军令状的时候，装的倒是有模有样，实际上到最后还不是连枪都不敢开。呀，姐姐，你的脸好白啊，要不咱们别比了，我怕你吓死在这儿，晦气！滚开！母亲，抬枪口抬高半寸。母亲，这一次我们不看靶心。不看靶心，那看什么？当然是看风，利用环境打出极致精准。母亲，就是现在，开枪！枪场对决，我赢了。怎么可能？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能把2枚子弹叠起来，还是射在一个弹孔中？苏寒，你怎么可能连射中靶心？这一定是假的！2弹1孔，居然是真实存在的2弹1孔！这是内视环，如此精准的距离，还是2弹1孔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内视环一发积分11，苏小姐，逆风翻盘了！怎么可能？苏小姐，2发内10环，计22分，加上之前的7环，共计29分。本次枪场对决，苏小姐胜。圣督军，这差距你认清楚了吗？看好了，教科书式射击，本枪神只教一次。愿赌服输，这86师今后由我替圣督军接管。清谈，将圣督军的肩章拿下来。好极了。方小姐，你输了。按照军规，不仅军令状上的筹码我要悉数拿走，败者还要按军法处置，这便是立军令状的代价。骗人的，2弹1孔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督座，他要将知微军法处置，你帮帮知微啊！督座，知微身子骨弱，受不了军法。圣督座，既然是军令状，那签了就得认，认了就得受。难道说督座要为了一个女人反悔不成？吵死了！这是在军中不提倡何体统？我的手！是你自己非要对决，输了你就自己受。
作，您不能这样，知为儿是为了您才会提出和苏维枪场对决。来人，依照军法，败者辱命，虽无死罪，但难逃军棍之刑，拖下去，重则40军棍。不，督座，我不要挨军棍，求求您救救知为。苏凡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行行，报数。小姐，等一下，86师是本座手里的王牌，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兵。岂是你这等深闺女子说要染指便能染指的？若是因此战事有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苏皇，这个责任你承担不起。好了，肩章还回来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圣都座，请看清楚，这是您亲手签下的军令状。上面写的明白，若我苏还胜，即刻交界86师兵符。诸位军官作证，军令如山，岂有反悔的道理？还是说，这军法到了圣都军您自己这儿，就成了废纸一张，连自己亲手写的军令状都不敢认，传出去，怕不是让天下人笑话。届时，圣都军的威严何在？还怎么在军中立足？苏桓，老子还以为这圣军是块硬骨头，原来这军令状3个字也是分人罚的。去他娘的军法之下人人平等！刚开始谁说军法如山命来着？谁不知道？这个圣都军是背靠苏家大小姐上的位，说白了就是个吃软饭的。放肆！都给我闭嘴！谁再敢胡言乱语，军法处置！都座，咱们这时候不能硬碰硬啊！言而无信可是军中大忌，军心不能散啊！既然都座觉得这军令状是废纸，那不如当着大家的面烧了。你敢？那从今往后，这军法就改成都座说了算，输了不必罚，赢了不用给，大家以后也不必立军令状了，省得闹心。够了！都给本座闭嘴！本座认了。苏皇，86师给你，兵符现在就交割。李副官，去保险柜取兵符，给他。是。苏小姐，请接令。好耶！86师归母亲啦！兵符在此，86师自此听我号令。这是真的吗？咱们以后归他管。谁敢不认这兵符，便是军中叛徒，按照军法杀无赦。现在还有谁不服？属下遵命。母亲不愧是大帅独女，帅气。都座，你看看，这满场军官刚才还在恭敬地喊您都座，现在扭头就去当了苏怀的狗。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个惨状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真心待你、捧着你？都座，你就甘愿一直被苏怀压在下面吗？方小姐，你可知你是在对谁不敬？你辱骂的是这片疆土上扛枪流血、保家卫国的军人。方小姐辱骂长官，挑拨军心，按陆军刑法第10流，应当关进西山的陆军监狱。不，西山监狱里关着的全是疯子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都座，求您看着知为跟了你5年的份上，救救知为。关进西山监狱的话，知为会被折磨疯的。苏皇，你玩过了！
圣都座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一枪下去会是什么罪名？如今86师的兵符归我，盛怀旭，你敢动我一下，便是无故弑杀军官的死罪！啊！李副官，属下在，将方小姐拖出去，关押至西山监狱。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遵命。坏女人得到报应了，这就是欺负母亲的下场。不要，我还不想死。盛怀旭，你好狠的心！苏杭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几日不见，枪技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，感情之前的技不如人，一直是在骗我。圣都座谬赞了。身为大帅独女，若连这点自保的枪技都没有，我还怎么和都座抗衡？好一个大帅独女！刚刚那局是方知薇陪你玩的，本座不服。今日本座要亲自和你赌一局，苏怀，你敢不敢？那要看圣都座还能拿出什么筹码。兵符已然易主，都座脸面也碎了一地。现在你还能压什么？压什么？本座压上这督军之位，但这不够，老子还要再加注。输了，我交出所有兵权，脱了这层皮，滚出戎城，且盛家后代永生永世不得入内。而你苏婉，若是输了，老子不光要你的命，老子还要你苏家战场上的那3万条命来做抵押。这局要是老子，你苏家那边，老子一个援军都不派，一粒粮草都不拨，要他们在阵地上活活饿死，被打成筛子。这筹码你敢压吗，苏家大小姐？我去，母亲，这口气岂能咽下去？直接接，本宝宝罩住你！盛怀旭，好狠的算计！前线战火未息，你不想着怎么守住防线，竟还想着拉上3万无辜将士给你陪葬。我苏家这么多年来倾尽资源扶持你上位，以为扶植的是国之栋梁，谁知竟是个这般畜生不如、毫无人性的疯狗。好，盛怀旭，你的筹码我接了。母亲干得漂亮，待会儿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自食恶果。都座竟直接用3万将士们的性命去博弈，这如何使得呀？糊涂啊！这枪场对决是把咱们戎城往死路上逼呀！都看着老子干什么啊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还不快去换靶子！这就是让他苏化知道，谁才是这戎城的主人，让他苏家满门跪着求本座放他们一条生路。我就不信枪场上本座会不如一个女人。苏华，运气也会有耗尽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百发百中。枪场对决，第一局现在开始。打立定靶有什么意思？母亲，和他比移动靶，灭灭他那嚣张的气焰。提出打移动靶，这可是对对手赤裸裸的蔑视，简直是在当众羞辱盛怀旭。真男人就该打移动靶。母亲放心，把一切交给球球。且慢！怎么，苏大小姐是怕了，想临阵退缩了？晚了，这次就算你跪下求我，我都不会放过苏家。盛都座，立定靶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，既然是赌命，不如玩点刺激的，将这靶子换成移动靶，如何？哼，移动靶？苏华，你别太嚣张，枪还没握明白，就敢跟我比移动靶？我有何不敢？莫非是圣都君你怕了？不要怂，来，
让靶子动起来呀！动就动！本座当年在阵地上打飞鸟，力无虚冲。苏花，别后悔！李副官，上一动吧。枪神球球已就位，随时准备开火。李副官，把靶子挂起来，拉着跑！要是不动，本座毙了你！让你打，这一次本座让你连靶子都摸不着。哈哈哈哈！苏皇，我看你这下怎么打？你倒是再给我打一个内十皇看看！这还怎么打？靶子变成这样，就算是神仙来了都打不中。物理陷阱，哼，这种上个世纪的小把戏，也敢在本宝宝面前班门弄斧。有球球在，如今一切不过是场无需担心的游戏。从前我需步步为营，算尽人心，如今的我有了最强大的后盾。盛怀旭，你给我瞧好。球球，爆点！风速7级，把面转速每秒3转，天心距15公分。母亲，打那个支撑靶子的木桩，角度45度，抬高1毫米，打那儿。开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苏婉，你可真是头铁，这种情况下还敢开枪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内十环，连靶子边都没摸到，我看你就是急着送死。他居然就这样开枪了，他难道不知道，这一枪下去，关乎的可是战场3万将士的命？苏小姐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提出换靶子？弟兄们完了，全完了！苏璇，你居然想杀我！我还是督军，谋杀军官，这可是死罪！疯了！不行！哎呀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子弹怎么可能控制靶子的方向？居然中了！这种情况下射中靶心，一定是有人被你买通了！是不是你们在帮他？借力打力，4两拨千斤，这简直是靶场上的传说。苏小姐居然又创造了奇迹。还在无能狂怒，要不是刚刚开枪饶他一命，他脑袋早就开花了。圣都座，旁人眼睛不瞎，这枪场对决有没有弄虚作靶，你心里最清楚。现在你的靶心被我挡住了，你还要怎么打10环？盛怀轩，如今的你拿什么赢？不如尽早认输。不可能，本座怎么可能输？
刚刚那种情况下，他怎么可能打中？本座不认！李副官，报分。是真的打中了。圣都座，第一枪，拖把0分。苏小姐，第一枪拖把0分，第二枪10环10分，2枪计10分。枪场对决，1人3枪，还没打完，本座还有2枪，本座不认输。速还，继续。没输，我没输，我不可能输给一个女人。都座疯了，都座这是疯了！圣都君糊涂啊，执意要跟苏小姐为敌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碎，落得这个局面。盛怀旭，你输了兵符，输了军心，输了脸面，现在连这最后一点作为男人的体面也被你自己踩碎了。你不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更不配镇守荣城。这督军之位该让出来。传我将令，86师即刻拔营，驰援战场，让那些敢犯我疆土的杂碎们知道，犯我国者，虽远必诛。都座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苏婉那个小可爱，一定被你亲手杀死了，对不对？滚！就你也配？坐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全拜你所赐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和苏瓦为敌，落得这个地步？都座，时不得，您若是擅自杀了方小姐，便是给了苏家减杀咱们的理由啊！这样咱们还怎么东山再起？那就命人看好这个疯子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给他一口吃的，一滴水也不准进。这西山监狱寂寞了太久，想必各位弟兄也很是无聊。那这个女人，就劳烦各位好好照顾。沈怀旭，你好狠的心！好一个沈怀旭！既然你要我死在这里，那就别怪我先送你下地狱。
沈怀旭，苏焕，给我等着！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你们是怎么死在我的手中！三姨太，我当是谁在门外鬼鬼祟祟，原来是方小姐。怎么，是哪条疯狗把你咬成这样了？三姨太，你一定要为荣城做主啊！盛怀旭无能，不仅输了兵权，还将整个荣城输给了苏婉。三姨太，这荣城是盛老爷子亲手打下来的，如今后代无能，您岂能看着自己丈夫用血肉打下来的城池被人拱手纵出？盛怀玉这个废物，老娘当时就该直接掐死他，自己接管这荣城。荣城是我的，谁都别想拿走。这是苏画的情节，这荣城谁不知道？这城里的钱袋子，一半捏在我柳红妆手里。3天后，督军府内会有一场募捐晚宴，上边的特派员和观察团会来。苏晓不是想借此机会，在那些大臣物面前彻底扳倒盛怀之，巩固自己的地位吗？我要你在晚宴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盛怀旭通敌叛国、私吞军饷，以及与某些大员暗中勾结的原始账本呈上去。我要让苏缓刚到手的兵权从内部崩溃，让他知道，这荣城的权势不是他一个怀着孕的女人能握得住的。去准备吧，方小姐。敢出一点差错，把你剁碎了喂狗。小姐，西山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方小姐越狱了。慌什么？她不越狱，难道还要蹲在监狱里跟老鼠抢食吃吗？小姐，您早已预料到她会越狱，那为何不派人去追？追？往哪儿追？去柳红庄那儿追吗？柳红庄那个女人最喜欢玩借刀杀人的把戏。如今的方志威是条疯狗，他就是那个拿骨头斗狗的人。小姐是说柳红庄故意放他出来咬我们？柳红庄故意放方志威出来，让他咬我，是想让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分心去抓一个无关紧要之人，好让他在暗处腾挪转回，掌握整个荣城。哼，一个疯子就能吓住我们了？娘亲，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既然他想演戏，咱们就陪他演个大的。3天后的晚宴，他不是要让方志明呈账本吗？那就让他呈，反正账本上的每一笔烂账都是盛怀度签的字，而我们只需要织好一个网，等待一个收网的机会。现在去军营。小姐，您身怀6甲，这大雨倾盆的，军营里全是泥水，要不还是改日？兵贵神速，容不得半分拖延。只要将兵权牢牢握在手中，他们就算把天捅个窟窿，也伤不到我分毫。停住！这里是军事禁区，没有督军守夜不得入内。居然是2个女人！你是团长？没错，本团长是盛督军一手提拔的。这荣州兵营只有盛家人能指挥，奉劝这位小姐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
这是军委会的最新调令，盛怀元革职查办，我苏瑜接管荣城所有军团。苏小姐，调令是死的，可这营盘里的人心是热的。这荣城的一砖一瓦，是盛老爷子当年带着弟兄们拿命换来的。老爷子同甘共苦的恩情还没忘，我们只认盛家人，请您立刻回城。盛家，盛老爷子当年的确与你们有恩，但这并不是他死后儿子可以在荣城中作威作福的理由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报恩，那我问你们，盛怀玄断前线3万弟兄的粮草，致使阵地失守，这是盛家对你们的恩情吗？他把军饷摊没去贿赂官员，为了私吞矿产，把荣城北面的防线卖给倭寇，这也是你们要偿还的恩情吗？保家卫国之日，世间岂能容这种扶不上墙的烂泥？这荣城需要的是一群顶天立地的汉子，而不是一群守着旧恩怨，等着被宰割的羔羊。诸位，今日你们要作何选择？小子，记住，当兵不是为了臣服于某一个人，而是为了保家卫国，让咱们的娃以后能挺直腰杆做人。86师直属团团长向您报道。86师直属团全体报道，誓死追随长官，保家卫国。这才像话嘛！枪嘛，是为了后代子孙无忧才举的。跟我一起，把盛怀旭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干净。全体都有，听从苏小姐调遣。督座，苏小姐下了最后通牒，说给您1天时间收拾行李，让您按照那日枪场对决时说的，从此离开荣城，不得返还。滚！这是老子的督军府，这是我父亲打下来的江山，谁敢撵我走？李副官，去给老子联系直属团，还有城外那个炮营的营长也给我叫来，让他们带兵包围这督军府，看看谁敢动我！你聋了吗？让你去调兵，你杵在这儿当门神！督座，您别逼我了，直属团那边联系不上了。什么叫联系不上了？电话呢？信呢？都试了吗？都没用了。苏小姐昨天半夜已经接管了通讯处，咱们派出去的人刚出督军府就被缴了械，还有直属团。直属团现在归苏小姐直接指挥，谁也不认您了。军营中还有令，说谁再提圣字，就按叛变论处。督座，咱们完了。苏花，你这个坏女人！我不信，这荣城盛家的，这军队凭什么认她一个女人？都别过来！你们是要造反吗？谁允许你们持枪进本座的督军府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副官，苏婉这是在做什么？这荣州还没改姓，谁允许他派兵来我的督军府的？督座，完了，整个督军府里里外外全被苏小姐的人占了，派兵包围督军府。督座，苏小姐不是要把咱们赶出荣州，她是要把咱们困死在这里，赶尽杀绝呀！杀了我！苏花他敢！都让开！苏花，你个毒妇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苏花，就算我不是督军，那我也是有军籍的，是政政部记录在案的将官，你敢杀我？
放开我！你们这群混蛋！老子亲自跟上面通话，让他们派宪兵队来。老子亲自跟上面通话，把苏婉这个不懂规矩的毒妇抓起来。他敢这样对我，这可是叛乱！喂，接总台，接城外，听到没有？老子是荣城督军盛怀旭，给老子接！接啊！督座，没用了的，电话线早上就被掐了，咱们就是喊破喉咙，消息也传不出去啊。好苏婉，好样的！苏婉，想不到吧？我还有这个。李副官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也要造反吗？督座别急，微型发报器，苏小姐早就预料到了您会藏一手。你说什么？你早就背叛你了？不是督座您自己先忘了初心。您纵容方小姐玩闹，把军火当烟花放，把防区当赌场送，寒了将士们的心。放屁！全是放屁！我是督军，谁敢不服？将士们在前线流血，您在后院风流快活，您这督军之位做的可还心安？如今这局面，不是苏小姐要夺您的位，是您自己把这督军之位亲手给做没了。我的兵权输了。盛先生，收声吧。既然您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就别怪别人把你踩下去。不，我没说，苏云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把你们统统杀光！小姐，这是李副官从盛先生那边搜来的，这发报器是德国货，极其隐蔽。若非特意搜查，很难发现。他想用这个联系谁？李副官已经核实了，是上边的人。盛先生想诬陷小姐通敌，借他人之手逼宫。夫妻多年，他整日念念不忘的，竟是如何把我拉下马。盛奎旭，既然你这么想撕碎我，那我便成全。今晚的募捐晚宴该开始了，别让贵客们等急。清堂，去把我那件墨绿色的旗袍取来。来人啊！把这个疯女人给本座拿下！谁拿下她，老子赏她1万大洋！哇！你们一个个的都反了是不是？苏华那个毒妇要暗杀老子，她把老子关起来，还想伪造证据，坐实老子的罪名，老子不认！苏华，你不是很能耐吗？你不是要赶尽杀绝吗？有种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死我！我若是真想暗杀你，你连这宴会厅的门都摸不进来。你以为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苏华，我就知道你不敢动我，我可是有军旗在身的，是军政部记录在案的将官，谁敢不服？苏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居然敢带枪到宴会厅！当真以为这荣城是你的天下了吗？盛督座，别怕，我只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。这满堂宾客大家都看着呢，如果我真的一枪崩了你，那我就是心胸狭隘，容不下救主。但若是你自己受不了良心谴责，在此地坦白了所有弥天大罪，
随后暴毙身亡，那大家只会觉得是你做贼心虚，自知罪孽深重，这才畏罪自杀以谢国人。你做梦！老子什么都没做，何来畏罪自杀？没做。苏小姐，经政部急电送达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盛怀旭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李副官，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你要做什么？去年冬天，零下40度，你为填补50万大洋赌债，亲手断了前线3万弟兄的棉衣和粮草，导致北境防线一夜失守，3万弟兄活活冻死在战壕里。上个月，倭寇商船吉野王在港口卸货，满舱皆是禁运军火。你收受倭寇5万大洋，不但大开方便之门，还亲自带人把风掩护入库。李副官，你血口喷人，那都是正常贸易。正常贸易？可据我所查，那批军火转头就装备了北边叛军。你卖国求荣的银子，此刻正沾着同盟的鲜血。你放屁！畜生！老子在前线拼命，你他妈在后边给敌人递刀子！我就说怎么最近货源不对劲，你这手也伸得太长了！打死这个汉奸！打死这个汉奸！既然你不肯认账，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不可能，那碗明明都烧干净了，你怎么会有？这是？不可能！诸位，可看清这是什么了？这是和倭寇勾结的密函，这就说得通了。难怪盛家这2年势力发展如此之快，原来背后是在和倭寇勾结。你们这群畜生！之前求我办事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说我是汉奸？现在一个个的倒是清高了。疯子！这个时候还想攀咬构陷？畜生！还我北境3万弟兄生路的仇，今日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苏小姐，求您下令，立刻杀了这个卖国贼！这种人多活1秒，都是对国家的侮辱。苏小姐做主，杀死妖，祭阴魂。苏小姐下令吧。这群伪君子，一个个的居然敢要我的命，就不怕我把你们全部告给上级，统统处死吗？都别动！谁敢动一下，我让他脑袋开花！苏桓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老子就算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你赢不了的，赢不了，那也得拉你陪葬。这是一把空枪。杀我！你们这群蠢货！那批军火根本不是我送出去的，杀我有什么用？刘鸿章，你个毒妇！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敢不敢出来？盛怀旭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可真狼狈。柳姨娘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快救救我！你好大的胆子，为了引我出来，什么话都敢说。盛怀玉，你刚才在外面乱摇也就罢了，但我也敢攀咬，你也偏让我救。你忘了你爹当年是怎么死的？老爷子战死，尸骨不存，是为了打倭寇，保家卫国。可你呢？是怎么做的？我只是走投无路。老爷子临终前托付我，若盛家子孙有不孝者，不必留情。他是盛家的孽主，就请苏小姐替盛家清理门户。苏小姐，今日这出戏唱得漂亮，请君入瓮，把个死局盘活了。盛老爷子在天上看着，也该欣慰。最起码盛家没落在个糊涂虫手里。彼此，你这招借刀杀人也不错。
苏小姐，这几日你节流私盐，整顿军备，一心为国为民，我柳红庄都看在眼里，也实属佩服。只可惜这荣城是北境的门户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它不是一件战利品。我不能因为一次随随便便的枪场对决，便将盛老爷子的心血拱手让人。狼子野心，真是狼子野心！你们这群女人，一个个装什么忠良无辜，还不都是为了权势与地位？我支持柳姨娘。苏婉，你还要骗人到什么时候？你根本不配接管荣城。今日我方知薇豁出这条命，也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指认一件事：苏婉肚子里那个孽种根本就不是盛家的骨血。盛怀旭荒淫无度，早就不行了，根本生不出孩子。方知薇，你适可而止！谁说老子不行了？盛怀旭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顾得上那点可怜的自尊吗？你个不知廉耻的人，也敢编排老子！苏环，盛怀腾不行了，你带着个来路不明的种，就想染指这荣城？那也得问问在座受过盛老爷子恩惠的众人同不同意？方小姐，这大帅府岂是你撒飘的地方？凡事要讲究个证据。苏小姐的为人我们都清楚，她绝对不是那种人。对，会长说的对，我们相信苏小姐不是那种人。证据是吧？我当然有。诸位，我是博济医院院长陈炳文，受方小姐之邀，来此阐明一个事实。这是盛先生的身体分析报告，数据显示其根本不具备任何受孕能力。放屁！你个老东西，你收了他多少钱？老子没病，老子好好的，老子还能生10个8个。哼，盛怀旭，你看看你这点出息，人家医生都拿出证据了，你还在这自欺欺人，难怪盛老爷子走得早，原来是没脸见祖宗呀！这盛督军还有这隐疾，盛家这是绝后了呀！不管是谁的，这荣城的天怕是要变喽。诸位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苏小姐年轻貌美，难免受奸人觊觎，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不是她本意。只是这荣州是盛老爷子一刀一张拼出来的基业，这继承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是这么个不清不楚的孽障。柳老板，你说的对，这荣城确实容不得孽障。禀报苏小姐，北境前线急件，盛老爷子当年的贴身遗书找到了。在座各位恐怕还不知道吧？盛老爷子临终前早已料到盛怀轩不成器，这枚督军令和这份遗书才是决定这荣城归属的真正凭证。吾儿怀虚愚钝，若在祸乱军心，贪墨自肥，便以此令取其性命，以谢三军。你好狠的心！至于
这荣城谁接，老爷子遗书上写的明白，谁能保境安民，谁便是荣城之主。老爷子，您走得早，可您心里亮堂啊！谁能保境安民，谁便是荣城督军。这是何等无私的胸怀，老爷子英明啊！保境安民。老爷子，盛家被盛淮西败光的所有脸面，都被您用这封遗书找回来了。红妆，佩服。苏小姐，我柳红妆服了。放眼整个荣城，真正对得起保境为民这一词的，唯有苏家。老爷子当年救过我的命，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。他说过的话，我柳红妆哪怕死，也不敢违背。既然老爷子选了你，那这荣城便是你的了。祭台已就，角儿已换，苏小姐，往后这满城的风雪便全靠苏家啦。方小姐，现在可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苏小姐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是被柳红玲逼的，我怎么敢害您呢？且不论这件事，光你越狱，便是死罪难逃。苏小姐饶命，知薇知道错了，求您别处死知薇，知薇可以拿盛怀堂更大的秘密跟您做交换。够了，李副官，把他拖下去。我知道盛老爷子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李副官，退下，让他继续说。是。盛怀旭不是盛老爷子的亲儿子，他是野种，是盛夫人当年跟管家投生的孽障。当年盛老爷子发现了这个秘密，要回城清理门户，结果还没回到荣城就突发恶疾，最后死在了战场上。那是你下的毒，是你为了掩盖身世，是你亲手给老爷子下的毒，你就是个弑父的畜生！你胡说！你个贱人，老子撕烂你的嘴！方志威，老子就是盛家的种！你个烂货，老子杀了你！盛怀雪，你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孽障！要不是你想利用我吃苏家的绝户，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好个盛怀旭，你竟然敢对老爷子下如此毒手，简直畜生不如！凭什么说父亲是我杀的？凭什么？死到临头还在狡辩，老夫恨不得吃你肉，扒你皮！啊！现在就杀了他，给老爷子偿命！杀我？你们这群蝼蚁也配？对，就是我杀的那个姓盛的老头子，
那老东西知道了真相，非要弄死我！我不杀他，我就得死，是他该死！都去死！你们都去死！我得不到荣宠，那就谁也别想得到！想跑啊？都是你害的！炸了，全都炸了！受死吧，荣城！我要把你们全弄死！苏小姐，盛怀勋已经闯进去了，他在里面设置了炸药，说是要炸平半个荣城，跟咱们同归于尽。只有一个看守牌已经被他打伤控制了，炸药是他之前私藏的，威力极大。苏怀，你敢进来吗？我倒数3数，大家一起上天！李副官，你带人在外面守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任何人进去，也不许任何人出来。小姐，你身怀6甲，太危险了。正因为身怀6甲，我才不能让这种疯子活着祸害我的孩子，祸害这荣城。母亲，里面的气流很乱，还有浓烈的硫磺味。他真的疯了，把导火索连在了主炸药箱上。盛怀旭把按钮放下，你跑不掉的。好，我今天就没想活，但我死也要拉着你还有这荣城都要给老子陪葬！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我留给你的礼物，只要我这根手指轻轻一按，你、我还有这荣城全都得上天！母亲，那是 TNT， 还有航空炸弹，一旦连环爆炸，冲击波能瞬间把这里夷为平地。盛怀旭，你坑了无数弟兄还不够，还要拉全城百姓陪葬，你就不怕下地狱吗？地狱！我现在就在地狱，你也下来陪我！还有30秒，你逃不出去的，谁都逃不出去！母亲，那是军用 C4，引爆倒计时结束后，连锁反应只需要3秒。祖王，后悔吗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逼我？去死吧！母亲，忘记一切，感受火药燃烧的速度，气流流动的方向，引线燃烧的节奏，枪口抬高45度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的炸药，我的导火索，我的引爆器！我说过，你赢不了的，不管是枪场上，还是现在。父皇，算你狠！苏小姐，小心！这荣城的老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。李副官，带人封死出口，这是倭寇的举刀流手法。保护苏小姐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？谁放你进来的？八嘎！苏环，你断了我们的财路，毁了我们在荣城的生意，你必须死！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谁给你们递的信息？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。
除了方志威还能有谁？他为了复仇，连家国大义都不要了。这丫头片子，在牢里倒是挺能折腾。看来西山监狱那位典狱长该换人了，把刺客押下去，严加审讯。盛白旭和方志威带到军事法庭公开审理。盛怀旭，盛怀旭，是你害了我，是你害了我！苏桓，你个毒妇，就让我住这种地方！老子可是督军，老子不要和这个疯女人在一起！不许大吼大叫！你他妈聋了吗？放我出去！苏小姐说了，您现在只是个死囚犯。盛怀旭，这地方可真冷啊！滚开！这个扫把星！分明是你骗我上台，是你为了兵权不惜让我去死！要不是你非要那个玉佩，非要那个正妻之位，我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是你贪得无厌。被告盛关旭通敌叛国，贪污军饷，残害同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盛怀旭，临死前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苏王，我讨厌你！预备，放！枪声，盛白旭死了。他真的死了。方志威，苏小姐有令，即刻执行枪决。我不要死，苏桓，我恨你！小姐，如今盛怀玉和方志梅仙均已伏法，荣州安稳了不少呢。母亲，我饿了。李副官，告诉城外的6个团的团长，明日来大帅府开会，我要重组防务，打通北令13县的粮道。是，苏小姐，还有一事，上峰的电报到了，任命您为荣城新任督军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从今天起，荣城没有盛家，只有国家。我们要把倭寇赶出去，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。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！加油，加油！保家卫国！山本先生，戏看完了，该付钱。柳老板的戏越发精湛，只是不知苏督军何时能把北路13县的码头还给我们三井河下？山本先生，荣城现在是人民的天下，你们走私军火、贩运鸦片，那是找死。刘老板，这是当年盛伟寻签字的契约，只要您点个头，这荣城的商道依然是您说了算，甚至我们可以帮您除掉苏璇那个绊脚石。这契约的债主是盛期旭，现在债主死了，这契约自然作废。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荣城的水以后只有国人能喝。滚！戏唱得不错。苏督军深夜在此，莫非是来抓我通敌的？我是来谢谢你上次在军火库救我，
苏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北伐？等秋收之后，粮草充足，让我去。我要去把当年盛家亏空的那批军火从倭寇手里抢回来。好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打完仗回来接着唱戏，这荣城不能没有你的戏台。成交。督军，少帅这枪法，这是传说中的梅花三弄啊！3弹1孔，而且是在移动靶上。球球，刚才那3枪很漂亮。球球，你要永远记住，手中的枪不是为杀戮而生，而是为了守护。你要保护这荣城的百姓，保护你身后的人。球球记住了，球球要做母亲的盾牌，做荣城的盾牌。只要我在，谁也别想动灵城的一草一木。父亲，兄长，军魂不灭，荣城永在。